加时賽已經打到最後的補時，阿根廷斷球反擊，阿爾馬達帶球突進禁區，一腳被科貝爾擋了一下，老塔羅跟進，右腳推射入網，3-1。瑞士這邊第二個球才丟了沒幾分鐘，翻盤的架勢都還沒擺開，第3刀就已經落了下來，這下徹底焊死了。阿根廷拿到的這張票，明面上是半決賽的門票，往大了說，這是一張通往衛冕的门票。離那座金燦燦的杯子只剩2場球了，可你要是光看3-1这個比分，以為這是場輕鬆的勝利，那就錯了。這張票，阿根廷足足摳了120多分鐘才摳下來。來，咱從頭嘮。第10分鐘，梅西站上角旗區，左腳開出一記弧線球，麥卡利斯特在小禁區前的一蹭，球貼着門柱內側鑽進網窩，1-0。衛冕冠軍阿根廷這回沒讓人等，開場10分鐘就領先了。堪薩斯城的箭頭球場，69000多名觀眾，看台上一多半是藍白色，這一下直接炸了鍋。看過前2場的朋友都知道這有多稀罕。对佛得角踢到加时才分出胜負，对埃及0-2落後，最後10来分鐘連灌3個才撿回一條命。輪到8強碰瑞士，所有人都做好了再熬一宿的準備，結果人家上來就把刀亮。先說這個進球是怎麼來的。第9分鐘，阿根廷連着2波攻勢，麥卡利斯特外圍一腳被擋出去，緊接着角球還是他後墊頭球頂偏了，瑞士人剛喘了半口氣。第10分鐘，阿根廷的角球又來了，這回梅西親自主罰，球開到小禁區左側，麥卡利斯特搶在所有人前面，一記頭槌砸向右下角，科貝爾這次連撲的動作都沒做完，球已經進了。1分鐘之內，同一個人3次衝着你的球門去，這就是今晚阿根廷的狀態。齁，整個上半場場面基本就是一邊倒，阿根廷控球接近60%，傳球比瑞士多出100多腳。梅西在中路慢悠悠的指揮，阿爾瓦雷斯和麥卡利斯特輪着往禁區裡鑿。第20分鐘，阿爾瓦雷斯還往瑞士身後打過一次反越位，可惜起跑早了半步，被邊裁的旗子摁了下來。瑞士呢就抓到一次像樣的機会。第20分鐘，索乌外圍一脚重炮被阿根廷門将大马丁穩穩按住。除此之外，他们大部分時間都在自己半場排大巴。第44分鐘還有個細節，當時誰也沒當回事兒。瑞士前鋒恩波洛一次兇狠的犯規，吃了一張黃牌。記住這張牌，後頭有用。半場結束1-0，場面上阿根廷說了算，可瑞士人心裡也未必慌，比分就差1個，而他們最拿手的就是在這種只差1個球的比賽裡守出奇蹟。一邊之後的頭15分鐘，其實還是阿根廷攥着節奏。第50分鐘，梅西中場一腳直塞撕開瑞士防線，莫利納高速插上，外圍低射偏出左門柱。第52分鐘，阿爾瓦雷斯外圍起腳被人強擋下，瑞士偶爾推過半場，里德爾遠遠試了一腳，也被封堵。眼瞅着這比賽要溫水煮下去了，誰成想劇本忽然變了。第60分鐘到第67分鐘，這7分鐘是瑞士全場唯一一波像樣的进攻，但那是真兇。第60分鐘，羅德里格斯左路傳中，恩波洛中路頭球被大馬丁飛身撲出。第65分鐘，又是羅德里格斯傳中，這回是恩多耶的頭球，大馬丁又把他按在了右下角。第66分鐘，扎卡外圍一腳势大力沉，大馬丁第3次做出撲救。7分鐘3次神撲，阿根廷的門神一個人在那排雷，可雷呀終究還是炸了。第67分鐘，羅德里格斯一腳直塞打穿肋部，恩多耶左路插上，角度小的幾乎貼着門柱，他偏偏就從那條縫裡把球捅了進去。1-1，箭頭球場將近7萬人齊刷刷的靜了1秒。這個球真不怨大馬丁，7分鐘裡他已經撲了3個，第4個神人也扛不住。好家伙，又來！佛得角把他們拖進加時，埃及把他們摁到讀秒。這回瑞士又把比分扳平了。阿根廷球迷的心臟這屆世界杯是真沒閒着。哎，說到這兒，比賽馬上要迎來今晚最大的轉折。在講這個轉折之前，老馬從3數到1，你正好有功夫把底下那個訂閱按鈕點了。3、2、1，得嘞，咱接着說。第72分鐘，恩波洛又一次踩着底線附近兇狠的招呼上了，主裁跑過來掏牌，他今晚的第2張黃牌，2黃變紅，恩波洛下场，瑞士10個人。而這時候離中場還有小半個鐘頭，後頭還懸着可能的加時。阿根廷這邊也沒敢等着，第78分鐘起，教練組連續調兵，尼科、岡薩雷斯、勞塔羅、蒙鐵爾輪番披掛上場，擺明了就是要在90分鐘之內解決戰鬥。
可瑞士的算盤打得也明白，拖住，拖进点球。他们上一輪就是這麼從哥倫比亞手裡活下來的，這套活人家熟。所以你看，紅牌聽着是天大的利好，真踢起來反倒成了一道考題。10個人的瑞士鐵了心不出來了，阿根廷得在一堵人牆上自己凿出洞來。按理說多打一人，對面還是支進攻端本來就沒幾杆槍的瑞士，這比賽該順理成章了吧？還真沒那麼回事。瑞士把大巴徹底堵死，科貝爾開始營業。第90分鐘補時，利桑德羅·馬丁內斯中路一腳被他按住，進了加時。第93分鐘，替補上來的阿爾馬達一腳刁鑽的兜射又被他擋出。第95分鐘，還是阿爾馬達外圍一記重炮，這球科貝爾是真沒轍了，可門柱替他扛了，球哐一聲砸在左立柱上彈了出來。這還沒完，常規時間的最後階段，麥卡利斯特近距離頭球頂高。進了加時，老塔羅、尼科冈薩雷斯在禁區裡連續起腳，全被瑞士人用身體擋了下來。阿爾瓦雷斯外圍再試一腳，又打飛了。10人瑞士的禁區裡密密麻麻全是腿。第105分鐘，羅梅羅接梅西角球的頭球又頂高了，23脚射門打一支10人球隊，愣是打不进第二個。看過咱上一集的朋友，這會兒估計已經樂了。瑞士上一輪就是靠0-0把哥倫比亞拖死在點球大戰的。老馬那時候說過一句話，瑞士這套防守藝術真正接受審判的時刻是碰上梅西的阿根廷。現在審判進行到第110分鐘了，被告席上的瑞士居然還站着。真正的鑰匙在第112分鐘出現，这次進攻還是梅西先起的頭，他外圍一腳低射，科貝爾飛身把球撲出去，但阿根廷沒讓球權溜走。剛替補上場才2分鐘的洛佩斯，在禁區前沿輕輕一磕，阿爾瓦雷斯迎球就是一腳，球劃着一道弧線，直掛右上死角，科貝爾夠都沒夠着，2-1。這就是阿爾瓦雷斯，平時不聲不響，埋頭跑位拼搶，關鍵時刻替你把最硬的那扇門踹開。這一腳的質量放進本屆世界杯的最佳進球堆裡也排得上號。這角球把瑞士人112分鐘宰下的所有防守一次性清了0。什麼大巴，什麼門神，在真正的世界波面前都沒用，瑞士只能壓出來搏命，而壓出來的10人瑞士後場就是一馬平川，於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幕。加時最後的補時，阿爾馬達突進禁區先打一下，老塔羅跟進補刀，3-1徹底鎖死。從第85分鐘替補登場，老塔羅等了35分鐘，就等這一下，這也是他連着第2場在最後關頭摻和進關鍵球了。上一場對埃及獨某絕殺那個球，就是他反擊中送的助攻。順嘴說一句，阿根廷這條替補席今晚是真贏麻了。阿爾馬達上來一次中柱，一次造撲救，攪得瑞士後場沒1分鐘攔上。洛佩斯上場2分鐘送出助攻，老塔羅壓哨收尾，首發轟不開的門全讓板凳上下來的人給撬開了。這就是衛冕冠軍的家底。後場中場數據擺出來，阿根廷23腳射門，瑞士13腳，控球59%對41%，角球8-2，這是一場從頭壓到尾的勝利。再給你個更直觀的數，瑞士全場那13腳射門，一大半擠在下半場那7分鐘的風暴裡。紅牌之後的40多分鐘，他們沒讓大馬丁再伸過一次手。一句話，這場球的懸念從頭到尾只有一個：阿根廷的第2個球到底什麼時候來？前2場老馬跟着大夥一塊念叨，這阿根廷怎麼踢誰都費勁，0-2落後靠還魂，看着實在不像衛冕冠軍。今兒這場費勁還是費勁，畢竟又踢滿了120分鐘。可這回的費勁性質不一樣了，開場10分鐘領先，全場攥着主動權，輸的可能性其實一直不大，就是門遲遲開不了第2次。上一場是命大，這一場是活好，這中間的差別懂球的都明白，要挑毛病也有。多打一人快50分鐘，愣是靠一记世界波才撕開10人的鐵桶，這臨門一腳的效率，半決賽要是還這樣，那可就不是拖進加時這麼簡單了。為啥這麼說？咱往下看就知道。單獨說2句梅西，這場他沒進球，可你把今晚阿根廷每個關鍵節點拎出來看，第10分鐘的進球他的角球助攻，第9分鐘那2波攻勢他做的球，下半场第50分鐘他一腳直塞，差點讓莫利納單刀，第90分鐘補時他外圍那腳差點直接絕殺，球擦着立柱出去。第112分鐘那個世界波，起點還是他先來了一腳，逼出科貝爾的撲救。39歲踢滿120分鐘沒進球，卻哪都是他。這場球梅西交出的是另一種答卷，他不再需要每場都当終結者了，身後那幫餓狼阿爾瓦雷斯、老塔羅、麥卡利斯特會替他把活幹完。
對一支要衝冠軍的隊來說，這可能比梅西自己进俩球還讓對手頭疼。好，阿根廷進4強了，咱來盘一盘，梅西離第2座大力神杯還隔着什麼？第一關半決賽，英格蘭幾天之後開打。這支英格蘭這一屆踢得一點都不好看，可你去翻他的戰績，32強0-1落後，刚果金逆轉2-1。16强在阿兹特克被墨西哥圍着打，54分鐘就被罰下1個人，10個人贏了個3-2。8強被挪威先進一個，拖進加時2-1又給翻回來了，一路全是髒活累活，一路全贏了。這種隊最煩人，你打不死他，他就跟你耗到你出錯。英格蘭還有個人现在熱得燙手，貝林厄姆。16強對墨西哥99秒梅開2度，8強對挪威扳平加制勝又是雙響，連着2場雙響。這屆世界杯眼瞅着要變成他的证明之作。半決賽39歲的梅西對23歲的貝林厄姆，2代人的對話。对了，英格蘭鋒線上還站着凱恩，這一屆他倒是安靜。8強對挪威1球没進，幾次射門全被人家门將摁住了。可這種老牌射手，你永遠不敢在他身上省一個盯防的人。帶隊的图赫爾也是狠角色，德國教头防守組織摳得極細，英格蘭一路的髒活累活全是他的手筆。阿根廷這邊最大的隱患倒未必是對手，是自己的腿。3場淘汰賽，阿根廷踢了2個加时，外加1場读秒驚魂，英格蘭只踢了1個加时。里外里，阿根廷多消耗了半個多小時的體能，中場發動機帕雷德斯還在加时受傷下了場。半決賽就隔這麼幾天，這筆體能賬是實打實要還的。好在阿根廷的板凳今晚剛剛證明過自己輪換的本錢，人家是真有。第2關決賽，對手是法國和西班牙裡活下來的那個。法國那邊效率嚇人，8強2腳半的機會幹掉摩洛哥2個，姆巴佩本屆金靴榜領跑，但他們也有大懸念。姆巴佩8強賽末段扭了腳踝，下場的時候腳上敷着冰袋，半決賽能上几成狀態，現在誰也說不準。不過法國也從來就沒指着姆巴佩一個人吃飯。8強那場的第2個球就是登貝萊進的，人家的火力點是成排的。西班牙那邊是另一個畫風，18歲的亞馬爾領着一幫年輕人踢傳控，還有個梅里諾連着2輪替補登場讀秒絕殺。葡萄牙和比利時都是這麼被他送走的，一個靠星，一個靠體系，不管上来哪個都不是善茬。而且你看看西班牙這一路幹掉的都是誰？16強送走了 C 羅的葡萄牙，8強掀了比利時的黄金一代，這股青春风暴是踩着2波老江湖衝上來的。半決賽法國碰西班牙，一邊是姆巴佩那只懸着的腳踝，一邊是亞馬爾正旺的勢頭，這場的成色未必比阿英那場低。老馬把話說的實在點，這4支隊擱一塊，沒有誰敢說穩贏誰。阿根廷的優勢是這支隊見過所有大風大浪，0-2能翻，點球能扛，10人鐵桶能開。阿根廷的劣勢就是那39歲的腿和多耗的半個鐘頭。哦，对了，真要是再被誰拖進點球大戰，阿根廷也不慌，門裡站着的是大馬丁，4年前決賽把大力神杯撲回來的就是這雙手。能不能走到7月19號那場決賽，再把杯子舉起來一次？老馬不央，咱一場一場看。反正有一條今晚已經寫死了，這支阿根廷你可以说他老，可以說他險，但到目前為止誰也沒能讓他停下來。4年前在卡塔爾，他們也是這麼一路跌跌撞撞熬過來的，最後杯子舉起來了。這一回還差2場半決賽，阿根廷對英格蘭，梅西對貝林厄姆，幾天之後見分曉。另一邊法國和西班牙也要碰面了，4強的戲碼一场比一场大，都想一场不落跟下來的。順手點個訂閱，老馬這個百人大台每一場都陪你掰開揉碎了嘮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